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我们其他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再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嘉宾。这段感情，我保留了真心，我付出了所有，我真的把能给的都已经给他了。我觉得吧，是两个人为着一个差不多的目标去努力，而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自我感动。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看不到我的付出，还要跟我提分手。我觉得是他对这段感情的控制欲非常强烈，我对这段感情不抱有任何希望了已经。他们俩这爱情还能谈下去吗？我们赶快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王先生24岁，网吧网管；朱女士24岁，外贸公司前台。先来跟我们大家说说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我想知道我辛辛苦苦攒的8万块钱到底被他花哪儿了。第二呢，我想知道他那些暧昧不清男生们到底都是什么关系。还有，这回来就是真的就是很喜欢了，之前一切我都可以不说，就是还想跟他继续在一块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摊牌，我们俩绝对没有可能了。他整天混日子，不努力啊，整天就原地踏步，我真的跟他一天都过不下去了。我不努力，我每个月挣的工资我全部都给你了，每个月我4500块钱工资，只给自己留200。是我让你转的吗？是你当初追我的时候，你说你要养我，你要把你的工资都给我，你现在又拿这个说事儿。你觉得你为这段感情是不是付出挺多的？是的，可以跟我们讲讲吗？我们两个故事就是从24年的冬天开始的。当时呢，我在网吧上班，北京还下着大雪，他就来我们这个网吧里了。他跟我说他手机没电了，也没话费了，联系不上他朋友，挺着急的。然后当时了，我就给他手机充上电，给他临时开了个卡座，让他等他朋友。很快他朋友来了以后呢，他就连忙就跟我说谢谢。就从那一刻，我彻底就是爱上他了。然后就趁这个机会，我也是加了他一个微信，然后很快我们就在一块儿。他一个人也是刚到北京，也没什么工作，我觉得小姑娘挺不容易。然后当时我就说没事儿，以后我来养你。1年半之内，我也确实我觉得我做到了。每个月我只要一发工资，我把钱全部都给他，只给自己留200块钱吃泡面。但是他就觉得我给的东西永远都上不了台面，他都不知足，就觉得我对他一直不好。今年的秋天，他上了一个公司上班当前台，他们公司要团建嘛，他跟我说费用会很高，一个人得要1200块钱吧。我就很支持他，我说你去这是和同事认识的一个好机会。然后当时他跟我说，公司的同事们都挺有钱的，他们都什么大牌子的衣服啦，成套的化妆品啦什么的。他说他得有点这个东西，要不然他觉得他在公司会被人看不起。我想确实是，他说他这一趟可能要加上这个1200块钱，可能要3500块钱吧。我又咬牙我说没事你就交给我吧。然后我就给我们那个网吧的老板说，这个夜班能不能给我上？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夜班呢会有80块钱补贴一天。我们老板人挺好的，之前让他先给我预支了一下。我记得特别清，那1个月，白天上完晚上上，晚上上完白天继续上，就每天就中午躺那个前台沙发上能睡2-3小时，每天就这样。当时我还把我游戏本给卖了，卖2000多块钱吧，就让反正是凑齐3500块钱给他了。他第2天就去团建了。团建的时候，我给他发过去就开始敷衍我了，就回好吧，是的，你就这种很敷衍。敷衍完以后了，我想他是不是就是又缺钱了？我给他拿出500块钱，最后500块钱真是没有了，钱给他了。给他完以后呢，他说了一声谢谢都没有，你知道吗？其实挺寒心。然后我还听到她跟她闺蜜打电话，说她同事问她男朋友干嘛了，我给他们说我男朋友是干那个 IT 行业的，不敢说他是当网管，说这样真太丢人了。那我这不也是给他面子吗？一个网管说出去太不好听了吧？你还说那个钱的事儿，
1个月4000块钱，在北京够干什么？我又没让你给我买车，又没让你给我买房子的，你就这么斤斤计较。可是1个月挣4000的人，拿出了3500块钱给你，让你去买那些所谓的能够包装你自己的东西，然后还又在你团建的过程当中又给你转了500块钱。那你说，这4000块钱够干啥的？那我也没有买什么特别多的东西，那我就是出去玩了一趟，那就没了，那也没有够我干什么。那你为啥不用自己的4000呢？那我自己的钱我自己都花掉了，所以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拿着他的4000，还说你这4000够干嘛的？那如果我找一个月薪6000或者1万的，那他能给我的更多。你的逻辑是这样的哈，那我们继续往下问啊。除了团建这件事，小王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特别寒心？有一天我就是上晚上的班，我出门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我今天我也得去值班。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晚饭咋吃啊？他说他太忙了，根本就吃不了，因为我知道他就胃不好，不吃饭就胃肯定会难受。我当时很心疼他，我跑了有2公里的路，我给他买他最爱吃那家小米粥，还有那个鸡蛋饼。我到公司楼下，真是我傻脸了，只有保安厅那儿亮着灯，整栋大楼全都黑着灯。我那天确实在加班，只不过我们是提前结束了，然后呢，同事就说一起出去吃个饭，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我为什么不跟他讲呢？是因为我知道我跟他讲了，他肯定会去找我，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给我的这种爱，就像是那种监视，只要我一会儿不回他消息，他就立马打电话给我发消息，发好多消息，就我真的觉得很窒息啊。我给你发消息还不是关心你吗？哎，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还不是你心里有鬼？那天老师我亲眼就看见了，他和一个男的2人单独坐一个网约车回来的。这个男同事正好也要回公司，他怕我一个女孩危险，就说我们一起搭个顺风车回去吧。那我们回到公司之后，我就去找他了呀。12点半才回来，回来那个男的还摸他的头，摸他的头才肯下车，还笑着下车了。下车一看见我，那个脸色突然就变了，就变成那种凶狠那种，就看着我，就过来就说你是不是个监视狂啊？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他没有摸我的头，那他是什么动作呀？他就是看到我头上有个东西，他说他把我拿掉了，就这么简单。我那天也跟他解释过，可是他不听。你们2个人其实有很大的一些矛盾了，但是我想让你们的感情真正走到无路可走的，是不是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儿？其实我来北京3、4年吧，攒了有8万块钱，我想在燕郊嘛整一个小公寓首付，想给他安一个家。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天他就突着跑着过来找我说，他爸爸在老家就是把别人的设备打翻了，别人让他赔3万2千块钱，要不赔就是不放他爸爸走。8万块钱我一直存在那种定期里面，临时取不出来。我当时我就拿身份证去借网贷，我就借了3万2千块钱，我就给他，我说快去把你这个家里的事儿给解决掉。他当时也要跟我说，就是这个钱肯定是本金啊、利息什么都是他来还。我当时我也就信了，我说你要是有什么困难你也给我说。结果有一天我在网吧正上班呢，突然就来一个电话给我，这个还款严重逾期了。挂电话我就看这个还款记录啊，一直是严重逾期，从来就没有往里还过钱。那我没有钱我怎么还呀？那你当时知道你这个钱你还不了，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就是说要还这个钱？哪怕你给我说一声呢，你给我说一声我把这个钱给你还了不行吗？那你为什么不能主动说呢？当时我自己呢也是去银行，我把那个8万块钱给取出来了，我把这个钱给还上了，差不多还能余个4万块钱吧，我就给他了。我说你家里出现经济状况，这个家里没有钱肯定不行了。我说你把这个钱先拿到你家里面去，等你这个家里周转开了再说。然后有一天我记下他爸那个电话号码了，然后又拿我手机给他爸打电话，我说叔叔，我是这个小猪男朋友，你们家这个状况怎么样了？现在解决没有什么？我打这个电话我才知道，我这个男朋友他爸爸根本就不知道。第二，他们家根本没出现任何经济状况，他爸爸也没有撞坏人家的设备，而且这个钱从来都没往家里寄1分。我确实是骗了他，但是我这些钱我也没乱花。就是那你花在哪儿了？我用来投资我自己啊，给他买衣服，给他买用的、吃的、穿的呀。我给自己报了普拉提跳舞课，还给自己买了点东西，买了什么包啊。你觉得你骗他的这个事儿，你对他有愧疚吗？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当时这个钱给他用，我身上真是1分钱也没有了。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回家了，我连回家了个车票都买不了，而且我房租就是已经到了，根本就没钱续了。我过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网吧里面，我值了7天夜班。我过年的时候就给他发了一个新年快乐，他也就是非常敷衍给我回个新年快乐，电话也没打，我俩什么也都没有。我在网吧刷手机，就看见他发的那个视频嘛，和一个男生在滑雪。这视频我看了就2、3秒吧，一下就没有了，就给隐藏了。那个鞋子我记得特别清，因为那个鞋子啊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拿手机当时在买那个运动鞋，
我当时我还非常打趣，我还问他，我说这个鞋子是给我买的吗？他说不是的，他说是给他一个朋友买的。就是我一个同事，普通朋友，人家也给我送礼物，我不能什么都不给人家吧？那这是人情世故往来呀。看他消费记录，他和这个男的就是花销很大，又什么给人家买限定皮肤了，又是买鞋子、买衣服什么的。这不是说，然后剩下又是他自己又吃饭了，又是喝酒什么的。我攒了3年的钱，我攒了8万块钱，他花了2、3月花完了。你就说你为什么看我手机？我说不能看你手机，这不是我的钱吗？这不是我的隐私吗？你凭什么看？你怎么知道那是你的钱？我说那是我的钱，那是我自己挣的钱。那我的钱呢？你的钱我都花在你身上了。我今天还带着截图来了，你要看吗？看吧，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鞋、打火机，这一定都是男士的。还有一个国潮牌的，这衣服是 L 码的，也是男士的。对，运动休闲什么这也是男士。男士的香水基本占全了，一个男生的生活消费能涵盖的领域基本全了。但这些没有一个是你收到了的，对吗？所以这些都是给了一个男生吗？那肯定不是啊，那我肯定有很多朋友啊。你给你女朋友钱的时候有转账记录吗？是给的现金还是转账？那肯定是现金，因为当时他存的是定期嘛。哦，我也不想就是说这些事情就是让他觉得他亏欠于我什么，我只想让他把这些事解释清楚，然后给我一些道歉什么的。但是他就突然非常冷漠，说分手吧。那我觉得我值得拥有更好的。那你为什么没想过去拥有一个更好的呢？我想过了呀，所以我现在要分手了。不用了钱以后再分手。我是想跟他一起努力前进。我说我们俩可以创造一个美好未来，但是他又不前进，他又不努力，他整天就守着那个网吧当一个网管。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看不到希望呀。你们的关系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吧？我觉得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挽留一下，只要他开心了，我干什么都好。所以我现在就想跟他好好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我听不下去了，老师，我真的就是再讲下去我要炸了，我原地要炸了。就是这样的一段感情啊，人家要分手他还不分，你们说宝贝吗？我没法说宝贝啊，我觉得物质什么的都还好，无论男女你都可以追求物质。可是如果你要用骗的方式，用这种爸爸出事儿了去骗他的钱，你无论钱是怎么花，我觉得这个钱来的他就有损于你的底线。然后我觉得对于男孩来讲，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他继续向你索取，你依然不会觉得你要赶紧撤退。钱没有了可以再来什么，只要他能好好过生活，就是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了。他可以用你的血汗钱去潇洒，让你去用网贷的钱去装点自己的门面和给自己买包，你依然愿意和他在一起。是的，男生呢，很显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是讨好型的人。刚刚阮高明问你啊，就是哪怕他去装点自己跟别人交往，你是不是在意？但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还是在说，只要他好好的过日子，那他好好的过日子，他的日子过得挺好。他如果好好过日子，不跟你在一起，你也能接受吗？跟别人好好过日子，你也能接受吗？肯定是不接受，因为我希望这些快乐还是我带来的。你们之间不是爱情关系，你们之间这里边有更多的欺骗、利用。但是我知道我对他的是爱情，但是爱情是相互的。别够了，只要我对他是真的就好，我做到问心无愧就好。那你最后的诉求是什么？希望我们重归于好。我觉得这次如果能和好啊，他肯定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你想用你的行为去感动他？对。哎呀，这就是讨好型的人容易遇到的一个坑。这位男生，我更希望是你这一刻能够清醒一些，因为站在你旁边的人，第一，他不喜欢你；第二，他甚至看不上你；第三，他很想离开你。可能确实是我的工作什么的不太体面什么的，确实是回来慢慢改正。我肯定往他这边走，去向着他。您保卫吗？我不保卫啊，不保卫啊，肯定不保卫。他们俩这个关系真的是很奇怪哈。我说一下小朱哈，为什么你们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你觉得花他这8万块钱一点都不觉得心亏呢？他身为一个男生，他不得帮我顶天立地吗？那你又不想跟他在一起，那这笔钱怎么办？那我一开始是想跟他在一起的，其实我感觉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向上，那么努力。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不到希望，那只能他自己来偿还了。那你跟他作为男女朋友交往，是不是把他作为一个化债的工具呢？我一开始肯定是想真心跟他好好一起过的呀，但是后来他是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所以我觉得
我不需要他了，我可以找到更好的。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把一个人榨干成这样。是他自己愿意这么做的，我没有强迫他呀。这是你第几段恋爱？第3次吧。你也花过别人的钱吗？那别人不愿意给我花，我也就不还了。小伙子听明白了吗？我以后努力好不好？以后努力，我给你想好生活，行吗？小伙子，你敢让他给你打张欠条吗？我不需要他给我打钱，这是我很自愿的。你这几年给你父母给过多少钱啊？寄钱什么的就不会说，但是会给他们买点衣服啊，就这种。他凭什么就比你父母要高贵那么多，就可以花你8万块钱？没有的了。但是他如果能真的就是变好的话，我觉得我爸妈肯定会喜欢他。这个男孩，虚拟就是他的现实，他在他的世界里面是的，走不出来。对，是的，你叫不醒他。对，他现在对他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现在除了用他的父母，你看他还略微往后说一说，除此之外一往无前，不觉得。就他在轻重之间，他已经没有那个平衡器了，这一点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残酷的地方。是的，你知道你遇到什么了吗？我喜欢的人，你遇到了一个初到北京一个无助的人，他得到了你的帮助，但是他是一只白眼狼，他得到了你的帮助以后，又反咬了你一口，他要吃的你骨头都不剩了，他还在说你肉怎么这么少呀？这个时候你还要去说，那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再长点肉，再让你吃一会儿。这也是一种爱吧。反正老人家您这个说法确实是感觉有点太残酷了，但是残酷是现实，你要看到它。我还是愿意相信他一下。姑娘，所有那些好的东西来包装我们自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显得有价值，对不对？可如果你本身靠骗把这些所有的物质绑在自己身上的话，那你觉得它的价值是什么？你觉得那些跟你的同事，他们能看得起你吗？我不愿意相信你是个坏女孩，我相信你有你的苦衷。你喜欢上别人了吧？那我确实是遇到比他好的了。这个男孩比他条件好，对吧？你喜欢他，对吧？还好吧。好，接下来我提示你2点啊，姑娘。如果你今天能够很认真的跟你的前男友，曾经以致此时此刻都这么爱你的这个男生道个歉，或者给他打个欠条，我跟你说你会有很好的未来。但是如果你一直是保持这样一个不屑的状态，就是那个蛮不讲理的状态的话，你未来不会遇到真正爱你的人。来，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我们的艾小宝看一看他对这段情感关系是怎样的分析。有请艾小宝。好的，珊娜老师，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责任占比清晰，女方占90%，男方占10%。女方缺乏感情里的基本真诚与道德底线，拒绝正视自身问题，对感情毫无敬畏之心。男方在亲密关系中无底线付出，用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进行情感捆绑，加速了这段感情的破裂。建议男方立刻停止无底线的卑微付出与死缠烂打的行为，正视这段感情的真相。女方正视自身的错误，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与价值观。好的，谢谢艾小宝。那接下来呢，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过往的甜蜜的瞬间，你们2个人想看吗？听他的意见了。那我就不看了。好，那我们就不看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你真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俩不适合，我们就这样吧。再给一次机会行吗？真喜欢你。我知道可能以前确实是我没用，但是呢，以后生活我绝对给你过好，我绝对会努力的。你说那些开店什么的，这些我都去实现，好吗？真的，你再给一次机会。真的不行，真的不能没有你，行吗？为什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我都说了分手了，你干嘛要闹得这么难看？不是闹得难看，我真不想失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只要是让你开心，我干什么都行。我说真的。
能不能看看我？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如果你们选择放开彼此的手的话，就可以不用再回到舞台上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们两个人最后的选择是怎样。3、2、1，请开门。还是没过来。确实是，可能是自己还是太不够优秀吧，还得努力吧。确实是，也可能就是以这个事儿，就是算是一种激励吧。努力回来，私下再去给他追回来什么的，肯定不会放弃。我不要这个。我欠你了，祝你幸福。来，小伙子，别揉，打开看一眼是什么？看完了之后再揉。一个8万块钱欠条。来，你给我看一下。姑娘写了这张欠条了啊。小伙子，别揉它，收好了。不管怎么样，收好了，是姑娘写给你的一个东西啊。没事儿，肯定你这个事儿就是算激励我吧，继续是努力。这个不管说私底下，我肯定我还要去想办法给他追回来。你为什么要骗自己呢？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失败呢？因为我也不能接受我自己喜欢的女生，到最后因为我自己的不努力跟我走散了。哎，其实如果这要是能让他自己更努力，哎，从此一下变厉害了，也挺好的。对，是的。不管怎么样，祝福你。好，谢谢老师。再见。整理一下情绪啊，我们要迎来我们的下一组求助嘉宾哈。他们在自己的爱情路上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我在意的是他得一份的真心，是对于我一个人的偏爱，而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温柔剧本。是我想和他过一辈子的真心，是我拼命赚钱，是我想和他继续走下去。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进入了酒吧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在的时候，他承认我是他女朋友；我不在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是单身，这也太两面派了吧！我在酒吧里工作，你非要揪住那些细节不放，还非要跟我分手。这两个人，一个有苦衷，一个有委屈，那这种的感情还能继续吗？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北27岁，夜店酒水销售；芝芝28岁，公司职员。二位好，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核心诉求是什么？我今天来，我就是希望挽回芝芝。我跟她恋爱之后，有些行为我会做得很过分，也很忽略她的感受，但是我真心喜欢她，她能给我带来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我是个酒吧的金牌销售嘛，我可能要陪客户啊，哄着他们呀，还要去维持着呀，没日没夜的工作。我现在知道我错了，我可以改。我今天来这儿就只有一个诉求，我就想要一个答案，就把事情说清楚。如果小北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有一个边界感，能给我唯一的爱，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他还是拿工作为由，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了。
我也不想浪费彼此的时间，也别折磨彼此了。跳过你俩刚才的那个情绪啊，我特想知道你俩咋认识的呀？我们在酒吧认识的，他是我的客户。你每天应该有很多的客户，怎么就跟这个客户走到了一起呢？因为他每次来都是来找我充卡嘛，就每次都会充个6、7千。有一次他坐在吧台，然后他红着眼眶对我说，他家里要逼着他结婚，要逼着他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他说他看似身边全是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几个人在意。这句话一下就说到我自己的心里面了，因为我在酒吧工作，每天都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而芝芝不一样。有时候难缠的客人灌我酒，他就会主动站出来跟那个客户说，她是我女朋友，要喝我陪你喝。甚至我在我凌晨3、4点下班的时候，我出了酒吧门口，他开着车，然后从车上下来，手里面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当时我就一下子激动说不出话。从小到大，除了我的父母，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芝芝，他刚才说你去那儿每次都充6、7千，你是需要经常去酒吧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是在我叔叔公司上班，然后他每个月就会给我开7000块钱工资，但是我家里面会给我钱，就我爸妈每个月都会给我2、3万生活费。就我平时有很多朋友，我喜欢和朋友一块出去玩，基本上每周末吧，晚上我们都会去酒吧玩一会儿和朋友们。虽然我有这么多的朋友，我也认识这么多的人，但我感觉他们对我都不是真心的。就像刚才小北说的，就我感觉他们没有人去在乎过我的情绪，也没有人管我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只有小北，我们大概暧昧了2个多月，就他在这期间对我特别的温柔，就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假如发个朋友圈说我在加班很累，他就立马跨越半个城市去给我买宵夜，然后陪着我加班，还给我装订文件、复印什么什么的，任劳任怨，没有任何的怨言。我有一次发烧生病了，我当时就给他说了一声嘛，其实我也没想着他能过来照顾我，因为他在上班，我也能理解。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就跟酒吧请了假，就在我身边照顾了我2天2夜，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值得托付，他可能真的爱我，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想跟他结婚。那芝芝，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这个感情好像突然不一样，变了味儿了？就我们确认关系的第2天，他就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从之前的姐姐姐姐的叫着都没有了，也不叫了，然后从之前秒回消息到现在轮回，甚至他都不回我的消息。他每一次他就说我是在工作，我在为了应酬，我在陪顾客，就以这种借口来打发我。一到酒吧，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承认我是他女朋友，但是只要我不在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是单身的，就不承认我们俩的关系。因为很多女孩子嘛，她们就是每次都会给我发微信去找我订台啊，因为我是销售，我就要陪他们喝酒，陪他们聊天。因为酒吧这个就是个嘈杂的环境，我不希望把芝芝掺和进来。他之前就算是去上班，他也会回我消息，就我遇到什么麻烦他都会回我。但是去年一个冬天，我就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被水声惊醒了，然后我睁开眼一看，全都被水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就我给他打了13通电话，他最后一通他才接了。他接了第一句他就是吼我，他说他在上班，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我影响到他工作了。但是我明明听到他旁边还有女生的笑声，然后他就说让我别烦他，他就转手把我给挂了，然后微信也拉黑了。那个时候我确实在陪那个客户签着大单子，你走一通电话得去打，这个单子我不签了，我只要签上这个单子，我能挣很多钱，能挣几千块。可是你每次都有你的理由，那我呢？我是你女朋友啊，你能不能不要拿这些来糊弄我？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情况，我以为你知道，结果你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一次好，那一次呢？你加班，你为了签那个单子，你好几天没有合眼，我就寻思着我给你煲个汤吧。我熬了3个小时的汤，我就想让你喝一口，我有什么错？我到那儿找到你之后，你说的是什么？你说我煲什么汤？你喝什么喝啊？你直接把我推开了，然后我直接摔倒在那儿了，我汤也洒了。你看都没看我一眼，你转头就走了，你让我自己在那。他身边有客户吧？对。哎，那个时候我就要签一个大单子，我身边有好几个客户，那帮女孩子基本上都是奔着我来的。芝芝，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最后让你对这个感情彻底失去信心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最后压倒我的一根稻草，就是有一次我提前下班了，我去找他，我就没跟他说，想给他个惊喜。让我一进去酒吧，我就看见他们好多人都坐在一个吧台上，那个女生
可能是喝醉了，他那个嘴上可能有酒渍，他就伸手去给那个女生擦。我肯定生气啊！我是他的正牌女朋友，我就去质问他，他不承认我是他的女朋友，他让我滚出去。那一桌都是客户，那很多啊，10多个。我当着那么多人面，当着我同事面，我说你是我女朋友，那他怎么找我订台？怎么找我签单呢？那你之前都可以承认我是你女朋友，你现在怎么就不能承认呢？他们要找我签单的，我能赚钱。那我也可以给你签啊，你不一样啊，我也可以给你充钱啊。你跟他们能给你的，我不能给你吗？你是我女朋友，他们是我订单，我好了，我能挣1万多呢，这是好几万呢。我用这个钱我来娶你，向很多人面前去跟你表白，怎么了？我有错吗？我需要吗？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你到底有钱没钱。你知道我的家庭吗？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吧？你知道我的父母吗？我也没有跟你说过吧？知道我家里几个孩子吗？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你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的一些情况。你今天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里跟他说。我父母年龄都60多岁了，家里就那几亩薄田，我还有个弟弟妹妹。我弟弟在读大2，我妹妹在读高3，他们的生活费、学费、辅导费，全部都是要由我一个人承担。我父母就靠那几亩薄田，他们能给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弟弟妹妹的学费啊、辅导费、生活费全都是要由我去管。我2020年我就开始做了一些什么工厂啊、外卖员啊、装卸我都干过，苦活累活我都干过。后来我听我朋友说这个酒吧这个行业挣钱，我想去尝试一下。结果我发现只要放下面子就能赚到钱。客户啊不高兴的时候我要哄着高兴，客户需要情绪我就给提供情绪价值。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我他人情况，我怕你会担心我，会怕你离开我，我真的不想失去你。哎，你一个月现在有多大的压力？我妹妹我可能每个月要给个3000，然后我弟弟呢就1500。我从来都不在乎你有钱没钱，就我觉得你家里有困难，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但是我觉得你不能为了那些顾客你就这样对我，就我把你当成我的一个精神寄托，然后你转眼也对其他女人也这样，那你有想过我是这么想？我也是个人呀，你不要让自己这么难好不好？我是一个男人啊，我就希望我赚到很多钱的情况下，给他一场浪漫的婚礼。他之前他跟我说过，他说他想要一个草坪式的婚礼，然后我就是到处去打听，可能需要很多很多钱。然后我就是靠着各种办法去赚钱。好，其实你现在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了，我方便问一下你的家庭环境吗？因为我爸妈是做生意的，他们就会比较忙，他们只会给我钱，就不会陪伴我。所以你的家庭条件很好，对吗？还可以。如果你说你要嫁给他的话，你觉得父母会同意吗？我会说服他们。好，我这么努力，我也不想让芝芝以后陪着我一起吃苦。都说有句话来讲，前期吃苦，后期享福嘛。享福，明白。2个人的事儿基本上都说完了，看似一个是月亮，一个是太阳，这样的一段感情，该不该保卫？我不保卫这个爱情。姑娘，你真的很爱他吗？爱到什么程度呀？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他很爱我。当你们的热恋期过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就算你在为彼此而努力，但是你已经不断在成长了。你发现他很想追你，他都追不上，因为不是他不行，是因为你的起点比他的起点高太多了。如果再生了孩子，那2个家庭之间太多的事儿了，生活习惯、3观、接触的人和事儿，硬往一起融啊，圈子不同啊。我只是有过这样的失败经历，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年轻的时候特别讨厌门当户对这句话，当我真的满身伤痕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门当户对这个词儿是谁发明的呢？有道理呀。如果当初我听了爸妈的话，我是不是现在能有不一样的结局？是的，因为这个男孩对我带来的伤害太大了，他要因为我一个人的存在，他要实现他们全家整个家族的致富，
并且直到有一天，他认为如果他们家有一个人没致富，就是我的错。我并不恨他，我理解，但是我的生活不会再有他。如果能够回到从前，我也不会再去选择他。我还是保卫这段爱情的。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缺的东西非常明显，女孩不缺钱，但缺爱。所以但凡他花出一点点钱，能够换来一丝丝关心，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专属于我的偏爱。但对于男孩来讲，你的工作惯性使你的工作环境变成了一个不缺爱、只缺钱的环境。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开始现在的认知是错位的，就是错位在了他把你的销冠套路当成了唯一的一份专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算很大的问题，它只是一个信息差。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沟通，其实人并不坏，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本质上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不保卫吧，他们的这个过程太过于沉重。有一些人啊，他内在啊，他的配得感比较低，他不会相信别人会真心的去爱护他，去对待他好。所以当这种好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惶恐。那么芝芝那边呢，你每一次看到他，特别是你看到了他对别人是那个样子的时候，当他真的对你很好，对你很体贴的那一刻，也许你脑子里就有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不是对待客户那样对待我，所以会把你的身份弄得很凌乱。所以我不保卫。芝芝，你要知道，那是他的职场，你把它当做了情场，那是他的工作，他在讨生活，他要养父母，他要养弟妹，他要为他未来的生活做铺垫。对，你动了他的生存基本。但是明明是他先来追我的，是他让我喜欢上他的。你没有经历生活的残忍，你冲一次酒水6、7千块钱，他会记得我要给我弟弟多少钱，我给我妹妹多少钱。讨生活，讨生活，手心是朝上的。所以，对于你们的爱情，第一，你们不在一个讨论的话题当中；其次，这样的一个边界，最初就不应该开始。我的观点肯定是不保卫。我给你描绘一个场景啊，他的妹妹以后可能嫁妆都需要他给筹备，他弟弟以后婚房可能也许也得需要这个哥哥筹备，你能扛得动吗？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就能打拼出来，他的弟弟妹妹也会长大，难道要靠他哥哥养一辈子吗？可能的。现在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呢，因为是还能下地干活呢。那过2年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了，弟弟妹妹可能长大了，但是又出来其他的情况了。也有可能你到最后会帮扶一个家庭。没事，姑娘，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完全就是说，告诉你未来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路，希望你能够去想一想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但是它有可能会出现在未来当中。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对于你们感情上的任何说保卫啊不保卫，只是给你们一个未来人生的一个建议，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一下我们艾小宝的建议了，有请艾小宝。好的，珊娜老师，这段感情中，男方问题占比86%，女方问题占比14%。核心矛盾是男生的双面人设引发的信任崩塌。男方在生活中百般体贴，在工作中却为业绩边界失守。女方想要专一真心，却沉溺温柔，陷入纠结。建议男方立刻厘清边界，停止越界。女方明确感情底线，设2个月冷静观察期。若男方无法兑现专一承诺，就及时止损。谢谢艾小宝，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过去一些甜蜜的瞬间，你们2位想看吗？看。你想看吗，姑娘？可以。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过往的甜蜜。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小北，其实我前期是真的想给你机会的，就我可以原谅你，我可以不计较那些，我可以都不在乎你跟其他女人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刚才听了老师的话，其实前期我也想坚持我的想法。父母赐你一条命，你的人生你来定。你要想想，芝芝，我希望从门后出来的人是你。你们身后的门已经打开，请二位先回到门后。就这个时候稍微有点沉重，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选择是怎样的。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们两个人的选择。请开门。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他们两个人的选择。3、2、1，请开门。芝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知道各位老师说的是为了我好，但是我现在就是放不下。明白，也特别理解，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特别好，没事，我们都理解你。我们都是把最坏的给你看，是的，你不一定遇得着。对，对呀，我们都老了。小北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只要两个人真心的在一起，再穷的日子都会过得很好。为了他，我可以放弃我的工作，哪怕我经常打螺丝，我都愿意。希望你能真的让他开心。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好吗？好，祝你们幸福甜蜜。好，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再见。再见，拜拜。就活在当下吧。拜拜，谢谢刘学梅老师，谢谢。现在缺爱的孩子太多了，爸爸妈妈们还是多给孩子一些爱吧。只要孩子的爱足够满满，他就会内心更强大，更容易找到自己的正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只要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或者您去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